大家好，这里是 W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，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。我是评论员雨辰，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，欢迎。一上来金井就想要去跟对手缠斗，因为身高臂展上胡安尼西确实占了巨大的优势。没错，有着10公分的身高优势，而臂展是达到了1.90米，高出来了对手21公分。看他一个后手直接打中，这边要摔，这个压胯，对弹胯还是做得很好。没错，胡安尼西呢也是练摔跤出身的选手，是的，之前拿到过，他的防摔是能够做得相当的好。是，毕竟是新疆自治区的摔跤冠军啊。而之前在我们武林龙中队的拳台上，我们也见识过他的摔跤技术。而之前有一段时间，他其实实力很强，但是运气不大好。是，后手漂亮。又是后手的轮摆，对，连续用自己的超长的臂展来限制对手。又一个。对，胡安尼西的后手的抡摆啊，真的是势大力沉。看现在金井只敢运用自己的爆发力，快进快出，没错，都可能会更好一些。是，但这样来锁的话，顶不死对手啊，比较难。就是自己肩的力量其实是用不上的，和肩卡的这个位置是用不上的。对，现在实际上可以直起身来进攻了。没错，好的，到起攻位了。直接被对手翻了回来。对，金井逃脱的也是很坚决啊。是，现在金井直接过到了侧防。是的，在地面上的速度也很快。在这个位置，对，还是想要把对手给顶开。对，再往后面拿背，要拿背。对，胡安尼西在摔，小心，对手一条腿勾进去了。没错，现在10秒钟，勾上来了，时间上可能不够了。没错。但是金井刚才的这一轮反攻啊，从自己差一点被对手拿住之后的这个反攻逃得非常坚决，到起来之后一味的想要去拿背，拿的也是非常的坚决。虽然时间上是没有够，但是这一轮从防守到进攻这样的一个转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。而且这一波的进攻啊，整体来讲完整。双方第2回合比赛开始，这回合不知道胡安尼西在自己的战术安排上会不会有新的打法？对，又是后手，这边对手要去抱摔。对，还是要多打一打自己的战力啊。而自己的身高臂展上的优势，第一是在那放着，第二自己的后手拳的确很有威胁。而从第1回合看来，反而是好的，直接摔倒到地面，非常想进地面的。对，果然胡安尼西还是不太习惯打站立。没错。打着打着就去缠斗，顶膝，然后抱摔，摔跤手出身啊。对，裁判提醒2人需要进攻。对，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，如果2个人只是在地面进行这样的压制，没有更多进攻的话，裁判是要把他们给叫起，重新回到站立的位置继续比赛的。那2人在地面上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进攻。没错啊，终于出了一拳，2拳打肋，打对手肋部。而金井其实比赛打到现在，我个人觉得他在地面上的能力并不弱。好的，起身了，尤其是自己从劣势往强势上转啊，就是从被压制到压制位的把位的转换，自己的思路非常的清晰。还是顶住对手。胡安尼西在这个位置分开，好的，继续推开。特别是距离上的话，还是比较吃亏不说，距离他也控制的不是很好。对，这个抱摔非常的强悍，把胡安尼西从龙网的一边顶到了另一边。对，尤其是抱住之后往前冲的这2步，应该是生生把胡安尼西给冲倒了。所以现在更想进到地面的其实是蓝方金井。
因为也能感觉到，就是两个人一打站立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金井的确是有点怵，对，够不着，没错。而想要进到胡安尼西的内围又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与其这样，倒不如进到地面好了。好的，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，这回合您怎么看，郑老师？这回合呢，两人打得还是比较焦灼的，在地面上呢是互有压制，而胡安尼西呢，实际上在龙边的压制时间更长一点。没错。对于这个金井来说，他除了比赛当中的抱摔之外，其他没有太多的进攻上的亮点。好的，稍事休息之后，一起来期待下双方第3回合的比赛。局的比赛，因为前2个回合打的都比较的焦灼，所以这回合我们也非常期待有绝对性或者说决定性的胜利出现。是，这还是要压胯之后往前顶一步到对手的侧身位。现在胡安尼西想要去压到上位，但是又被对手给翻了过来。没错。其实刚才胡安尼西有一个想要过身去拿背的动作但是确实被对手。这一场比赛也没有太多去找那个降服的这种尝试。没错。这一下压的还算比较瓷实，就是因为自己基本上整个上肢的重量都压在了对手的背上。对，对手顶，还是想要顶，但是想要顶开却不是太容易。最后10秒钟了。10秒钟这边，后手打到自己的拳呢。好，双方这场比赛还是比较焦灼。没错，并没有哪一方面是哪一个选手是更有优势的。是的，没有很显著的或者说决定性的胜利出现。对，那3回合比赛打完，我个人依旧是认为胡安尼西作为身高臂展都非常有优势的一场比赛，自己在战力上的输出还是少了一些。对，战力打得比较少呢，让他原本有优势的这个能力没有能够发挥，所以也给比赛打得就更加的艰苦了。没错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最终结果。比赛红方上。施特雷德与岁月同在。